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min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问你们几个问题啊，你们是几岁的时候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当你的孩子问你他是从哪来的时候，你是怎么回答他的呢？你的中学生物课本上是不是有一章的内容你特别的期待，特别的感兴趣，但是到上课的那一天呢，却被老师一句话无情的带过了？你在青春期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因为自己的一些生理变化，包括生理需求而感到羞耻呢？今天我为什么会选择性教育这样一个话题呢？就是因为上周我上一期的视频呢，因为提到了某一些所谓的敏感词汇，所以在国内的一些平台上发布的时候呢，非得让我删掉一部分内容才可以发布，而且给我的理由是删掉那些低俗的内容。Excuse me， 我低俗？到2020年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不能坦然的去面对和谈论性呢？柴静在一次节目中提到，我们的文化里把生育当目的，把无知当纯洁，把愚昧当德行。很多时候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性教育，是因为我们的父母他就没有接受过性教育，在他们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里面，性就代表下流，代表无耻，代表肮脏。性教育就是非常羞耻的，甚至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男性、女性的器官名称正大光明的念出来。我们小时候如果问自己的父母我是从哪来的，得到答案一般都是别人送的，或者街上捡的，或者是垃圾桶里捡来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又是打击式的教育，这种被抛弃的担忧和压抑伴随了我的整个童年。其实儿童在2-3岁的时候已经对于自己的身体以及异性的身体产生了兴趣了。像我儿子从2岁开始，他其实就会去有意无意的玩自己的小鸡鸡，他也会对妈妈的乳房产生兴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去告诉他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构造是不一样的，什么地方是只能给爸爸妈妈看的，什么地方是一定要遮住，不能给陌生人看，不能随便给陌生人触碰的。很多家长会觉得他还太小了，不适合给他谈这种所谓禁忌的话题。有一句话说得好，你嫌性教育太早，犯罪分子不会嫌你的孩子太小。到了10几岁的青春期呢，就更糟糕了。家长呢也是这个岁数过来的，他们太清楚在青春期的时候你会想些什么，心里会有哪些变化，会发生什么。但是呢，他们由于自己也缺乏性教育，他们羞于跟自己的孩子提起这方面的事情，导致很多孩子，特别是女孩子，对性方面的所有事情一无所知。我妈就曾经跟我说过，她小时候就一直以为跟男孩子坐一条长板凳就会怀孕，所以她坐在一个板凳上的时候，一旦有男性坐在板凳的另一端，他就会噌的一下跳起来。那我小时候的奇思妙想呢，也是类似的。其实这件事情说出来也是蛮尴尬的。我以前呢，就是10几岁上初中的时候，青春萌动嘛，然后又不知道性是怎么一回事，然后那时候呢，又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电视剧，所以我就一直觉得我喜欢谁就会怀上谁的孩子。然后我倒不是怕怀孕啊，因为那个时候非常不清楚怀孕生孩子是怎么样一回事，我是怕我一旦怀孕了，我都不知道孩子的爸是谁，因为我实在是对太多男同学产生过好感了。这段历史真的是太尴尬了。我们很多10几岁的女孩子啊，跟母亲谈论性的时候，这个妈妈呢就马上会觉得说，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个？你是不是这个学坏了？甚至我们到了18、19岁，已经大学的阶段，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还在宿舍里讨论说，我们因为痛经去这个医院检查，然后医生不给我们检查，为什么呢？他会觉得说10几岁的小姑娘能有什么妇科疾病啊？没有。拜托啊，妇科疾病不一定是因为私生活不检点，这种非常简单的这个生理常识，医生不知道吗？我觉得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他特别避讳这种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女孩子对性的理解就非常的浅薄，甚至是一无所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每年有多少的年轻女孩子就在很年轻10几20岁的时候就过去堕胎，甚至有的人到了30-40岁依旧不懂得保护自己，依旧3番5次的去堕胎。还有一些女孩子更惨，她们在被欺负之后还要强迫自己，让自己相信自己是爱上了这个强奸犯。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台湾女作家林奕含在写完这个她的处女作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时候呢，就因为抑郁自杀了。所以这种本来可以通过简单的性教育和引导就可以避免掉的悲剧，却在我们的生活中一遍一遍的发生。这些事情真是让人非常的心痛。而在同一个时期的男生呢，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呢就疯狂的从这个杂志啊或者是小片片里面呢
去获取一些所谓的两性的知识。他们一方面呢就知道这些事情呢是被学校老师家长禁止的，而另一方面呢自己的身体已经发育了，一些生理的冲动又压制不下去，所以呢多少男孩子就在那个时期觉得自己是个坏人，觉得自己学坏了，而因此多了一份负罪感。而另一些男生呢就更悲剧了，他们为了塑造自己这个100%好学生的这种形象呢，就刻意的去压抑自己的冲动，所以呢，他们一直到长大了以后，到中年，到老年，都不能跟性这件事情和解。他们会走两个极端，要么就是把自己的整个性欲完全的压制下去了，从此就不行了；要不然呢，就是越来越走向极端变态的方向。总之呢，就是他们未来的生活会变得特别的拧巴。一方面呢，要维持自己这种正人君子的形象，而另一方面呢，由于从小没有得到很好的引导，而压抑住的青春呢，又要加倍的偿还过来。而最要命的是呢，从小片片里面学到的知识并不是一个正确的知识，所以这就导致很多男生一直到成年以后，对自己的 size 啊，包括时间都特别的在意。所以就会有很多男生因此而感到自卑，而为了掩饰自己的自卑，去彰显自己的性能力呢，又喜欢随意的在女性面前开黄腔，甚至是炫耀自己的性能力和生育能力。很多事情你越禁止，它里面的压力就会越大，只要开一个小小的口子，它就会集体爆发出来。就比如说近几年经常说起的 PUA， 其实里面的所谓大师，所谓的2年可以推倒100个女生，这种就是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完全是把女生当成了战利品，把在床上的成功当成了他人生的成功。所以这样就塑造了一些畸形的价值观和畸形的男性，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根本就得不到任何一个女生发自内心的爱，他们也失去了给予别人爱的能力。因为发展一段健康的两性关系和找到人完成上床这个动作完全就是2件事情。我们为什么没有性教育？我们为什么一直到今天还不能坦然的去谈论性呢？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一直到今天都不断在问的一个问题。或许是因为性就是洪水猛兽这个思想已经根深蒂固，或许是觉得如果去敞开了讨论，大家会更加的肆意妄为。但是我今天想说，我们去普及性教育，并不是让大家去随意的发生性行为，而是教大家如何的去认识自己、保护自己、关爱自己。如果我们得到了正确的引导，我们就会知道无知不是纯洁，懂得才会自我保护。我们的孩子就会在接受到有不良的触摸的时候，可以立即提高警惕，立即 say no， 立即去走开。青少年就会知道，性永远是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男生们就会知道正确的性知识不应该从小片片当中得到，女生们也会知道当受到性骚扰的时候就要理直气壮的骂回去怼回去，当听到说我就蹭蹭不进去这种话的时候，也会知道保护自己远比讨好这个男生更重要。当然呢，对于当前的状况呢，我还是保持一个乐观的态度的。我们知道现在网络发达了，也出现了很多像熔炉、像素媛这样的良心电影，很多年轻的妈妈呢也会很乐意去买一些这个早期性教育的一些绘本去教授给孩子。我们这一代人长大了，对两性关系、对性的知识呢，也会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包括呢，如果你今天可以成功的看到我的视频，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那也希望呢，你看到的我这个视频不再是删减版的了。好啦，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啦。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留言、点击小铃铛。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